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带您寻找真相的频道。只要是动物，都有领地意识。人作为高级动物，更有清晰的领地意识。人在公共场合和陌生人会自觉保持一定的距离感，家更是领地最明确的标志。不管东方西方对家的领地意识的表现方式有多么不同，共同的地方就是属于我的领地，他人不得侵犯。领地意识是动物最原初的意识，也是动物的本性之一。我相信，只要人类存在，领地意识的表现方式不管怎么改变，但领地意识绝对不可能消灭，除非人类不存在了。领地意识表现在法律形式上就是占有，是法律规定的合法占有。人类制定法律的目的，从根本上说，就是为了确定规范人的领地意识。就此，我们不难得出结论：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，才是符合人性根本的要求。对私有财产的侵犯，就是对人的领地意识的侵犯，也就是对人作为动物属性最根本的领地意识的侵犯。人类社会之所以是文明社会，就是它用法律的形式保证了领地意识的合法性，保证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。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符合人性，其主要标志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态度，也就是对领地意识的态度。界限分明的领地意识，现代人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。我们举个比较常见却经常容易忽略的案例来分析一下领地意识、人和兽的区别。在说这案例以前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俄乌战争。俄罗斯的理由就是不安全，它需要缓冲区，所以乌克兰必须符合它的要求。俄罗斯的这种想法，实际就是一种领地意识、国家领地意识。只不过这种领地意识没有上升到人的层面，还在兽的阶段。有个案例，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。飞机上的三人座，坐在中间的乘客是不是应该享受两侧的扶手？几乎大家都有共同的乘机经验，订票的时候要么选择靠窗，要么选择靠过道。不愿意选择中间的原因，看上去感觉是挤三个位子的空间是相等的，实际上是觉得自己的空间位置领地很容易被两边的人占领。这个空间位子就是两侧的扶手。一个人在拥挤的空间里，他的领地意识取决于手肘和身体的距离，距离越远，空间越大，安全感越强。飞机上的中间座，如果两侧扶手属于中间座乘客所有，他的身体腋下方是倒 V 字的，这就给人安全感。如果必须把手肘贴近身体，会感觉自己的身体在变小，缺少安全感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常会遇到领地感。这种领地感既和自己的感受有关，也和他人的感受有关。人之所以说是高级动物，是因为人的意识超越了动物，它不只是考虑自己，也会考虑别人。如果动物的领地意识决定于它的生物本性的局限，人的领地意识就决定于它的文明程度。任何具备基本文明意识的人都不会只考虑自己的领地，而不在意别人的领地，因为谁都知道，你不在意别人的领地，别人也会不在意你的领地，这样就会纷争不断。人和动物还有着很大的不同，动物局限于它的生物本能，不会无限拓展领地，人具有无限拓展领地的能力。所以人类文明必须以尊重别人的领地意识为前提，来保护自己的领地。再回到俄罗斯和乌克兰，普京在考虑他的领地意识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想到乌克兰也同样有他的领地意识。牺牲别人的领地来换取自己的安全，这种抵抗是致命的。从古以来，任何的抵抗都莫过于保家卫国，其根本原因就在此。对于个人的领地意识，从国家层面来说，就是通过法律的形式，保证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。一个不尊重私有财产的社会，是不可能有百年老店的，也是不可能产生创新型人才的。一个不尊重他人领地的，同样也无法保证自己领地的安全。当我们坐在飞机三人座的时候，两边的乘客自觉地把扶手让给中间位子的乘客，这体现出的就是对中间座乘客领地的尊重，也凸显出人类的文明。这样一个很小的举动，我们和兽有了根本的不同。这种不同不是我们放弃了自己的领地，而是我们懂得需要尊重别人的领地。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